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马文溜车。今天呢，咱们聊的是欧拉闪电猫，这是欧拉这个品牌下的第4款车型了啊。欧拉的设计呢，我觉得一直都是很有意思的，要不然是那种很小巧的，有点像 K car 的感觉，要不就是走的那种比较复古的造型。那今天这个闪电猫呢，用厂家的话来说啊，他们使的叫超流线设计思路。整个这个车上呢，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那种平直的线条，全是这种特别顺滑、特别顺畅的造型。那具体怎么样呢？咱们一点一点来看啊。首先车头的部分啊，你看这种扁平的，两边有隆起的，然后大圆灯，再加上前面封闭式的格栅，是不是很有特点？是不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好，那咱们再来看侧面的情况。那侧面的车顶的线条是最有特点的啊。基本是从 B 柱开始就开始下滑，一路歘就滑下去了。而且呢，不光是滑到车尾啊，一会儿呢让老师给一镜头啊，从后边看看，它是已经滑出车尾了，这样的一个感觉。纯的电车嘛，现在都是流行这种隐藏式的门把手。那车顶呢，使用这种黑色的车顶，但是这个可不是那种金属车顶刷成了黑色，不是这样的。这整个这个黑顶呢，是一个大的天幕。天幕嘛，就是不能打开的了啊。那有人呢会担心说，这种天幕会不会到夏天特别热呢？第一呢，是这种玻璃本身是做过一些防热、防紫外线、隔绝红外线这些处理的。第二一个呢，就是厂家会推出精品啊，有那种实物的在里边的遮阳帘儿，而且呢，这个车在刚上市的前期啊，这个遮阳帘是送的，所以如果你要想买车，你最好去赶到前期这批能够送，往后可能就是卖的了。好，咱们再往后看到这儿，看看19寸的大轮毂，而且这个不分高低配啊，大家都是19寸的大轮毂，一共呢有5个造型可以去在你买车的时候选择。这一个呢是采用了猫爪的仿生造型，这一个一个就跟那猫爪那个小粉肉垫似的。同时呢，这个形状呢也是贴合了欧拉的标志，这个小感叹号的情况。好，咱们来看看车尾情况。那车尾呢，就是我说这种啊，它从车顶上歘一下就整个滑下来了。然后如果是下雨的时候，我觉着这个地儿没有沟、没有坎儿、没有任何遮挡，这水可能这样歘一下，没准在车后还能形成个小瀑布的感觉。我想想啊，觉得挺有意思的。那整体的车尾其实还是这种圆润饱满的感觉，而且呢，我觉得它没有一个明显的哪个是尾箱，哪个是中间的第2箱这种分界线，整体的就像是坐在了一起，整体感是非常强的。可能你觉得像2箱啊，我觉得如果这个地方要能再缓一点的话，其实有点像列装的感觉。好，那咱们把后备箱打开看一眼啊。好，我们打开后备箱啊，这还是一个电动尾门的。打开后可以看这个后备箱整个的这个开口啊，其实有一点小的，但是呢，你从这个小开口往里看，它里边的空间其实并不小，无论是宽度啊，还是它的进深，或者说它的整个的平整度、实用性，应该都是不差的。唯一的问题呢，就是这个开口比较小，可能大件的行李放进去的时候会比较的费劲。好，那具体的这个外观好不好看呢？您自己判断。火鸡老师上空镜。那现在呢，咱们进入了车内啊，聊一聊整个内部的设计。说实话呢，一进来以后，你第一感觉是，这就不像一个纯电车的设计，其实它像油车，而且呢，我觉得它甚至是有一些像超跑的那个设计理念，中间这个马达台这儿特别的窄，就这样一条，然后里边是空调啊，还有这个驾驶模式啊的一些实体按键，再往后呢，就一个杯架，它这个只设了一个杯架，然后这儿有一个无线充电的一个板儿，后边是一个储物盒。储物盒还分上下2层，这都是没问题的。但是杯架我觉得确实是少了一个。那作为弥补呢，这儿有一小挂钩，把这个翻开，哎，得有小挂钩，是不是？副驾驶的人喝个奶茶有个塑料袋可以挂这儿啊，反正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那整个的这个内饰呢，咱们说造型有点像一个超跑啊，除了这儿以外呢，还有就是前面的仪表，
现在都爱使这个双液晶屏或者3液晶屏的设计，它这个呢也是液晶屏的，但是它使用这种3筒炮的造型，这是过去的运动车型啊，或者说是那种跑车啊，是习惯用这样的造型。那它使用这个呢，其实我觉着还挺好的，因为现在谁都是面前一大块方屏幕，这个看起来还是很有特点的。而且呢，它分成了3个区域，每个区域里边各自的内容、各自显示的这些信息，我觉得区分呀都是挺好的，然后这个清晰度也都是没问题的。那可以看到，这整个内饰呢是那种棕色的一个色调，其实很多高档车啊，或者很多跑车，他们就爱使用这样的。确实，我觉得视觉效果是不错的，而且这些地方全都是皮质覆盖的。在前面的仪表台上边呢，我刚才摸了摸，是软性材质的，不是麂皮的，但是采用一种防麂皮的，而且这个视觉效果还挺像的。配置方面呢，这边可以看到啊，有这个燕飞利仕的音响，然后中间是一个大屏幕，我觉得里边的功能就不用去多说了啊。现在的车机，尤其是自主品牌车机，其实我觉得都是一点问题没有的。然后呢，方向盘整体来说有点偏细，我觉得握起来的手感会细一点。然后这些按键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，大小啊什么的，都是比较合适的。再往后这儿有一个 Sport 按键，这就是你一摁，啪一摁，你的屏幕就会哗一下变成了暗红色。然后呢，摁的时候还会有一个效果音，我给你们听一下这效果音啊。听这效果音了吧？这效果音是说句不好听的啊，时间又长，效果又假，所以我觉得后期呢，他们应该把这个效果音重新的去弄个好一点的声音啊。你看这都燕飞利仕的音响了，肯定你要弄一个好声音，它也能表现得出来。这个效果音有点像那个，你感觉要投币了，爸爸的爸爸叫什么？就是这样一感觉。而且这个不光是现在摁啊，你在驾驶过程中，如果说超车的时候想要一个大动力，你去摁的，它也会出这个声。其他的我觉得没问题。整个这个车的前排，我觉得就是这儿是一个槽点了。好，那咱们去看看后排的情况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进入了后排啊。这个闪电猫呢，它的轴距是2870，实际上是一个中级车。那现在我们来看看空间的情况。我呢是1.8米高，200斤重，其实是一个比较占地儿的身材。那以我坐在这儿来看呢，腿部空间有2拳，这个空间没问题。头部呢大概有3指的空间，因为我们在外形的时候看到它从 B 柱开始就咵有一个明显的下滑，所以必然是会影响到内部的头部空间的。但是呢，它用了整个的这样一个大的天幕的设计，所以它这个车顶会升得比较高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横梁啊有这么厚，所以它腾出了这么厚的空间，其实刚好也就基本上是我现在头顶的这个空间了。那坐在这儿呢，再有加上天幕啊，外边的透光啊，效果都是比较好的，所以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压抑感。那后排的配置呢，我们看这儿有2个 USB 口，2个独立的空调出风口，底下还有一个储物盒，在中间这扶手箱上还有2个杯架，所以整体来说，我觉得后排的配置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，正常使用完全没问题。那现在呢，咱们把车开起来，聊一聊它的这个动态感受。说实话啊，其实现在这种纯电车的驾驶感受啊，大家太像了互相，因为不像过去呢，你发动机还有一个调校功底的问题，现在主要是靠电机，那电机的特性就是那样，一踩就有。你想要这个速度快的，加速能力强的，来个大电机就好了。你想要一个速度不那么重要，但是续航长的，那你就把这个费用呢从电机这块转移到电池这块去，其实就可以在这个动力呀和续航方面会进行一个选择了。那最后大家比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极致，就是你到底谁快，有多快，到底能走多远，有多远，其实比的就是这个。那我们现在开的这个呢是闪电猫的4驱版本，4驱版本呢680牛米的动力输出，300千瓦的最大功率，
前后双电机。那这个数据我觉得就已经挺猛的了，我觉得就已经开始往极致上做了。加速时间呢，官方是4.3秒，但是在场地里测试的时候用了弹射起步，用了这个 Sport 模式，现在目前是最快有人跑出了100公里3.9秒的加速能力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欧拉往极致做的一个方面了。再有一个呢，就是这么强的动力的情况下，这个车的官方续航里程呢是600公里，我觉着这样看的话其实也挺强挺极致的。除了这款4驱双电机的呢，还有2款单电机的车型，150千瓦430牛米的动力，一个呢是550公里的，一个呢是705公里的。其实就是看你是要动力还是要续航吧。但是我觉得这个能跑600公里，能跑4.3秒，这一款我觉得在动力方面的综合表现其实是挺强的。那自动驾驶这一块呢，我觉得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可去比较的了，因为我觉得谁家的自动驾驶都不差。那现在要比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谁做的更像人，无论是加速、减速，或者对于前方情况的判断，你是更有机械感还是更像人开车，这一点我觉得才是未来大家比拼的方向。那今天我们跑了一段高速试了试啊，车不是特别多，也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紧急情况。在这个前提下，我们整个开下来，我觉得闪电猫的这套自动驾驶辅助系统还是不错的，而且呢，它还支持打灯变道什么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吧，算是高速的一些驾驶辅助功能，我觉得其实也都是不错，挺好的。最后呢，我觉得再说说底盘和 NVH 的问题。NVH 这事儿呢，大家都电车了，连个发动机都没有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声儿。主要的声音呢，就是来自于风噪和胎噪。那胎噪呢，我们现在试的这款闪电猫呢，是使用了一套米其林的专门为电动车去匹配的一套轮胎。那整体的静音效果呀，然后包括轮胎的减震效果，其实我觉得都是不错的。那整个车开起来呢，我觉得是属于那种软硬比较适中吧，没有一个明显的非要向舒适妥协，也没有一个明显的非要做到多强的支撑性，属于适中平衡性的那种。那你除了刚才那些极限动力用起来以后，你日常开呢，我觉得还是比较舒服的。而且车里呢有这个香氛系统，对吧？你想一个小姑娘开这么一个车，然后这车里香喷喷的，慢慢悠悠很顺的这么开，其实也是挺好的选择。那综合感受下来呢，你会觉得欧拉闪电猫这款车其实在各方面表现呢，我觉得还都是不错的。那曾经呢有人说欧拉这个品牌其实是专为女性去设计的，我觉得这个呀也不太对。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欧拉这个品牌会有更多的女性去喜欢，但是这里边不妨碍男性车主去喜欢这辆车。比如说我就觉着欧拉品牌下的各个车型设计的其实都是挺好的。那目前来看呢，唯一缺的就是一个准确的售价了，因为车还没有上市。那整体的性价比的表现会怎么样呢？就要等上市之后有了价格，我们才能再来判断。好了，那感受看这期的马外聊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